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会迎来怎样的刺激啊？你们会迎来怎样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张牌呢，就是这个星币一啊。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刺激呢，生活当中的刺激可能会直接和一笔钱有关，或者说和一笔资源有关啊。一个商业机会会冲击到你们，有一个人可能会和你们分享这个机会，或者说这笔钱，一个巨大的惊喜可能会改变你们的命运，它正在向你们奔赴而来。第二张牌呢，圣杯骑士啊，一个人手持圣杯啊。他手上的圣杯代表的是这个人会在接下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呢，应该是和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愿望有关的。你们的愿望是什么，这个消息就是什么。而第三张牌呢是圣杯五啊，你们现在可能说正在沉思啊，陷入到了沉思当中。当你们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做好准备去做出某个决定和改变了。独处沉思是你们重新获得能量的方式。你们可能在沉思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一些不断重蹈覆辙的错误。这会让你们下定决心去打破这种命运之轮的轮回和循环，而且你们在沉思的过程当中啊，会经历这样的一种时刻，就是一瞬间清醒啊，一瞬间恍然大悟，从一个没有回报的事情或者说关系里边解脱出来啊，你们的精神消耗很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物质上起码不要亏待自己啊，要吃好喝好。然后第四张牌呢，宝剑四啊，宝剑三啊，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在下意识的逃避吧，可能会让自己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把自己隐藏起来，因为你们很害怕失去，或者说很害怕那种被剥夺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当你们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失去什么，或者说不用面对什么。你们本身是很害怕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有的时候你们会把自己压抑到想要逃避。你们现在其实是需要冷静一下的，需要客观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你们现在面临到的那些困难啊，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你们会受到一些鼓励，可能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吧，自己给自己打气啊，让你们勇敢的去面对你们之前逃避的课题。因为你们逃避的那些东西啊，你们越逃避，生活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把那种课题砸向你们，直到你们去解决掉为止。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它，并且一口气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所以说接下来呢，我觉得这种刺激呢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你们会鼓起勇气啊，会有一个行动力的大的爆发，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承诺，立下一个军令状，下定决心啊，把自己就是有一个排毒的过程啊，清扫垃圾，把不好的人和事都从你们的生活里边赶出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直都在逃避。权杖王牌呢，你们接下来其实是有着很强的显化能力的。这种显化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说所想即所得。接下来你们一定要敢想，就是你们生活当中那些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你们敢于去想象，它就有可能发生。就是接下来的生活会迎接到什么样的刺激，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因为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啊，宇宙会给你们回馈，要敢于向宇宙下一个大订单。这种大订单会让你们知道自己的意义和使命在哪里，然后你们朝着那个方向往前冲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星币七这张牌呢，就是你们冥想沉淀了很久之后啊，在默默无闻的酝酿着什么啊，然后呢，你们会迎来一个收获的阶段。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你们会逐渐的学会让自己松弛下来，学会取悦自己啊。你们之前一直都是在被动的接受一些事情啊，这种收获啊，接下来的这种收获呢，它会增强你们的自信啊，不是说会有一个自信暴增的阶段。当然，这种自信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自信，是因为你们的收获，你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就好像是你们之前一直都在挖井，但是挖到的都是土，直到有一天冒出水来，这个水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冒出来，会给你们的人生不断的带来这种正反馈，会让你们自身的自信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这种自信它不是那种非常有攻击性的自信啊，它是那种非常温和的可持续的自信，因为你们有着那种能够自我掌控的自由，还有笃定的安全感啊。你们浑身散发着一种总有能力去应对未来种种不确定的这种自信能量，这个时候你们的心态就变成了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和智慧啊。然后这个星币八呢，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啊，要主动的去尝试一些你们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啊，但是不要抱着太高的期待。但是呢，如果你们能够抱着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去做一些尝试和改变啊，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会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回馈。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星币八呢，就是你们人生当中的新发现，往往来自于你们拥有的那些旧的东西进行的一个新的组合。旧的资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重新组合，就会产生新的价值，有一种穿新鞋走老路的这么一种感觉吧。就是不要觉得你们过去学过的那些东西没有价值啊，你们要时常温故而知新，把旧的东西用一种新的方式组合起来，它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多想想看你们拥有什么，而你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又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去重组。而且宝剑八这张牌呢，你们的身边
周围插满了宝剑，说明你们被困住了，被隔离了，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啊，和这个外部世界有一种割裂感啊。这张牌的感觉就是你们好像被放逐一样，但是我毫不犹豫的相信你们会再次崛起，并且这个时间你们不会等太久。其实你们一直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啊。这个宝剑8呢，我觉得就是代表的是在未来的8天、18天，或者说28天之后会有一个解脱的机会。所以说这个 Fire Element 火元素啊，它带来的是一种渴望啊，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感觉啊，因为它是一种生命能量，而生命能量的本质就在于不顺从。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的生命里边，你们接下来会迎接到一些刺激，它是你们主动发起的，而不是你们被动接纳的。你们可能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去挑战自己的那个境界和底线，可能会有一个突然的放纵，又或者是去到那些不曾去过的地方，染一个你们没有染过的发色，穿一些大胆的服饰，佩戴一些这种很大胆的装饰。这意味着是你们会翻越那个名为规矩的围墙，像顽童般纵火、闯祸、冒险、受伤、被惩罚，找到那个可以自我主宰和支配的底线在哪里啊？它就像是一场迟来的叛逆，而这种刺激完全是你们主动发起的，这种刺激也是在你们的主导和掌控之中的。而第二张牌呢是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你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尝试呢，反而能够让你们聚集大量的资源啊，或者说认识到非常多的新的朋友啊，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越来越丰富，你们整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接纳程度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你们打破这种重复与循环的生活，进入到一个新世界里边。这个时候呢，你们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会变得更加的紧密啊，你们的眼界和格局会得到扩张。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的本质呢，就是你们的生命会迎来新的刺激，一定是要扩大自身的边界，比如说进入到大公司，去到大城市，涉及到一个大的行业和领域啊。不要老想着找一个小地方凑合，不要轻易的退而求其次，一定要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去到那些最好的地方，认识到最优秀的人，敢于突破自己的边界。你们要选择在一个长长的赛道上，在那个赛道上你们可以不断的积累你们自身的优势，沉淀你们自身的经验，这样你们的人生才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呈现出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你们一定要表达你们自己，扩张你们自己，这个时候你们的生活当中才会不断的引来新的刺激，不会让你们陷入到那种无聊的不断重复和循环的生活当中啊。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过去多久，都一定不要磨灭自己的锐气和棱角。对于你们自己来说呢，你们的人生就一定要锋利啊，一定要强势，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一定要一意孤行啊，一定要活出自我。大多数人的意见，其实你们都可以直接的忽略掉、无视掉，然后按照你们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第二组牌的话，首先第一张牌圣杯7啊，这张牌的话，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可能有一件心事迟迟没有落地，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或者说你们整个人压力很大，非常的敏感，在崩溃的边缘上，可能每天都睡不好觉，辗转反侧，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的迷失掉啊，就是因为之前你们都是在被推着往前走的，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好像你们现在要自己推着自己往前走了，那这个时候你们内心当中就非常的焦虑和不安啊。我觉得接下来你们要迎来的这种刺激呢，可能会和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那件事情有关，因为这个刺激呢，可能它会直接促使你们改变一些策略和方法，推进那件事情，然后那个焦虑的事情就会尘埃落定。就是这组牌的话，我觉得你们是能够决定你们焦虑的那件事情它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的。然后呢，审判牌它代表的也是一种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你们会告别过去的自己啊，你们内在有一部分自我在枯萎，而新的自我正在慢慢的生长出来，它代表的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新环境，认识到一些新的人、新的朋友，会接触到新的工作，要学习的地方也很多，这可能也是你们现在有点忐忑不安的原因啊。而第三张牌战车呢，我觉得这张牌呢，你们可能是你们在向某个目标冲刺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意外的发现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风景，就是你们的这个关注点可能不在你们前方的那个目标上面，在这个你们在朝着某个目标冲刺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思考，甚至是发现人生的新的可能性和上升通道，就是你们的注意力其实被分散了，甚至你们会意外的发现，就是那个人生的新的可能性和上升通道是你们在意料之外的事情，而且甚至你们可能会权衡哪个方向更适合你们，这就是你们当下整个人有一点矛盾和纠结的原因。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刺激呢，是你们自身会完成一种改变，就是你们必须要放下你们之前为某件事情做出的那些努力和沉没成本，然后你们需要仔细的思考，在你们面前突然出现的那个新的方向，哪一个更适合你们？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接下来的人生可能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你们会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向。而这张圣杯2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人陪伴你们啊，帮助你们完成这样的一种转变和过渡啊。这种陪伴呢，会让你们两个人积累极大的信任，因为这个人他陪伴你们，他会陪伴你们度过一个很艰难的人生阶段，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的升级。有一个人的关系会和你们在接下来变得更加紧密啊。而且呢，这个圣杯的话呢，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圣杯，这个圣杯呢，它包含着某件事情很关键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们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
那么星币10这张牌呢，我觉得它显化的其实是家人团聚带来的一种温暖和归属感，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那么你们接下来会突然的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因为你们马上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们要和家人商量。所以说星币10呢，我觉得就是在它是你们在做出那个重要的决定之前，你们可能会和家人去商量。而且呢，星币10本身呢，它也对应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可能会突然的得到一大笔钱星币10本身就有它显化的是很强的金钱方面的能量，可能是来自于你们家人的资助，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投资或者说突然得到的这笔资源能够满足你们自身的某个愿望。星币国王这张牌呢，你们接下来会得到一个人的认可或者说鼓励，你们的价值呢，你们会真正的认可自己的价值，然后你们的这种自我认同感的提高会带来你们身份的提高。这种认可呢，这个转折点就是来自于一个很权威的人对你们的这种认可会让你们恢复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你们一定是会成为主角的，你们也会打心底里相信你们会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而这张女祭司呢，我觉得它就是关于你们自身的预言即将实现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可能说你们近期会给自己算过，或者说别人给你们算过，无论是通过怎样的形式，你们在之前得到的某种预言，在接下来会实现，这会对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增添了一份信心，因为你们的预言已经开始逐渐的变为现实了，而且你们很清楚你们要做什么。大多数人都像一片片落叶在空中漂浮、翻滚、颤抖，最终无奈的委顿于地，但是有少数人恰如沿着既定轨道运动的星辰，无常的命运之风吹不到你们，因为你们的内心有着既定的路程。而这张权杖8呢，在你们的身后虽然说有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但是这场风暴其实会让你们有一个自我重建。混乱的过程往往会出现上升的阶梯就是上升的通道往往是在你们人生最混乱最动荡的时刻出现的。不要害怕这种混乱和动荡，要拥抱这种混乱和动荡，因为你们的人生即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可能会出现一些戏剧化的冲突，或者说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已经出现，但是你们能够处理好这种冲突，并且把这种冲突转化成为一种能够让你们扶摇直上的力量。你们就像在黑暗当中摸索，没有地图罗盘的指引，只是隐约的觉得有什么在呼唤着你们。所以说这张双子座呢，它带来的是一种思考，因为双子本身它就是开放的、包容的、接纳的、善于学习的。你们每经历一次人生的动荡，你们人生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你们无论是对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的人，都有超乎想象的执着学习能力超强。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容易3天打鱼2天晒网，而且双子座本身呢，它的这个人生发展的方向是变幻莫测的。双子座是不可以被定义的，这是一种非常饱满、非常活跃的状态，不断的更换自己的身份。所以说一般人他很难跟上你们的这个节奏和步伐，这就导致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大部分的时间你们可能都是一个人在路上，在外人看来你们可能有一点独来独往，但是呢，这种独来独往反而对你们自己来说是一种精神内耗最小的方式。而第2张牌呢，天秤座你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会回归到平衡，就是你们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之前你们可能会过度的在某件事情上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意识到自己有一点走极端，或者说钻牛角尖，用力过猛，你们会把自己拉回来。当你们重新恢复平衡的时候，理智会帮助你们重新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这个时候，你们会让自己慢下来，做积累，做沉淀。你们会发现这个事情里边很多的细节，你们之前在快速推进的时候，其实是忽略这些细节，导致很多事情不及预期。当你们把这种细节重新捡起来的时候，自身是会有一个认知的飞跃的，因为你们已经逐渐的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完美的能力。这是你们自身对于世界新的认知和体验的一种刺激。任何力量的增加一定要来自于你们深度的体验和经历之后，你们要记住这句话。所以说一定要去拥抱这个世界，积极的体验这个世界，走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这就是对你们来说自身最大的一种刺激。在你们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里边，你们也是在探索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你们自身意志的一种表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我们抽到的第1张牌圣杯6之前的你们可能是一种单打独斗的状态，有什么问题都尝试自己去解决，但是呢可能你们缺少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其实能够帮助你们少走很多弯路。所以说圣杯6的话，接下来可能有一个人他会辅助你们，给到你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这个人呢，他像是一个老师或者说引路人，告诉你一些做事情的诀窍，能够帮助你们的思维完成一个转变，让你们得到一些启发。可能他也是无意当中给到你们的指点，并不是刻意的去指教你们，而是你们仅仅通过观察他的行为可能就可以得到机会，寻找到方向。那么第2张牌呢是这个圣杯8圣杯8这张牌呢，你们顶着太阳在往一片森林当中走去感觉你们可能一直都过着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就好像是在惩罚自己一样。你们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呢，或者说你们生活当中的刺激，是去体验一些你们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你们在熬过了那个清心寡欲的阶段之后，你们接下来人生的主要目的这张牌有一点像是那种及时行乐的感觉，因为你们明白必须要先得到才能够放下。
所以说你们可能会切换一种生活模式，之前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你们会去尝试，比如去玩、去谈恋爱、去繁华的城市走走看看，就是你们一定要多转、多体验、多感受啊！转一大圈之后，你们体验的一些事情，当你们开始觉得他们索然无味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回到那个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回到正轨上，然后心无旁骛的全力以赴的去完成它。不然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受到一些诱惑，它会让你们偏离正轨。那么索性你们就干脆把那些诱惑全部都体验一遍，然后再回到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接下来会完成的一种思维的转变啊！你们会从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里边解脱出来，摆脱那种虚无主义，你们会给自己一些期待和憧憬的方向，就是会让自己体验一些东西，让你们自己感受到一些快乐，让你们自己松弛下来。其实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而是你们朝向的方向。一旦你们能够明确一个方向，你们就会义无反顾的朝那个方向走去啊！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有希望、有目标的行动和改变。而第3张牌呢，它是魔术师啊。魔术师这张牌呢，我觉得，它是你们接下来会主动的踏入到一片未知的领域当中这是你们内心当中可能会感到惴惴不安的，就是你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你们又隐约的期待着，有一点恐惧和害怕，但是你们能够感觉到在你们前面的那个未来它是明亮的。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选择和一条大多数人都不同的人生道路。你们是叛逆的、不顺从的、背道而驰的，好像别人都往 A 方向走，但是你们偏偏会选择 B 方向。就是你们知道，虽然 A 方向它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实际上你们会觉得那个方向其实并不适合你们自身的成长。你们会选择的那个方向走的人不多，看好的人也不多，但是呢，那是你们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是你们真正想走的方向，那是符合你们内心当中的指引的。那么第4张牌呢，是这个宝剑7这张牌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温故而知新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捡起一些你们过去丢掉的某个技能、半途而废的事情当你们重新捡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会有新的感悟和体验，甚至被你们那些半途而废、荒废的技能，当你们重新捡起来的时候，它又会焕发新的生机你们会在那些荒废的时光里你们的技能非但没有把它们忘掉，似乎当你们捡起来之后，你们会变得更加的娴熟，无意当中突破了那个一直束缚你们的瓶颈期。就是你们其实并没有遗忘那些技能，那些技能在你们的潜意识里边还在不断的精进当中，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当你们感觉有一些事情突破不了的时候，不妨先把它放一放，先做别的事情，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看，你们会发现那些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审判呢，我觉得这个你们接下来会迎接到的生活当中的刺激，可能是会有一个变动带来的风暴，可能是一个考试要做出重大的选择，或者说你们要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舞台的中心点。这张审判牌就是你们整个人呢，最终虽然说过程可能会有一点波折，但是你们最终会举重若轻的通过那个命运对你们的审判，而且你们是越是到了那种越关键的时刻，你们自身的发挥就越好，有一种遇强则强、迎难而上的感觉看上去是很光鲜亮丽、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的去完成那个高难度的挑战越是难题，你们越会兴奋，然后你们就会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创造、学习能力超强。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骑士我觉得圣杯骑士的话，你们可能够从某个人的身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它源自于你们曾经喜欢的某个人，而且这个人你们可能会发现，你们暗恋的这个人他也对你们有好感，这是间接得到的一个信号，会让你们确认你们喜欢的某个人其实对你们也有好感。圣杯本身它对应的感情呢，其实是会有一点含蓄的、微妙的、暧昧的，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这个圣杯骑士呢，它本身对应的也是一个非常清新的、有质感的少年，会为你们带来爱情的最新的消息接下来的生活呢，关于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令你们期待的事情，或者说刺激呢，可能是你们会和一个人确认关系，而且这个人会率先给你们发来消息他先主动迈出那一步。这张力量牌呢，我觉得它是一种突然降临到你们头上的力量和勇气之前你们是处在那种极度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状态里边的，你们会在一种极度自卑的状态下，突然的通过某件事情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和那种主导的能力，你们会把人生的主导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认为自己也有追求快乐、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说你们接下来可能会做出一个让周围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决定会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在你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瓶颈期之后你们可能会在某个关口反复的徘徊、磨砺、纠结，你们的耐受度你们处理事情的能力会提高，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件突发的事情能够刺激你们把内在的这种积压的能量释放出来，然后一举突破这个瓶颈。之前的你们可能是过分的敏感和谨慎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但是近期
我觉得有可能是突然闯进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人，和你们进行了一个对话之后，可能你们突然了解到了他的经历，他的一些想法之后啊，他会对你们自身的思维形成一种刺激，你们会发现原来人生还可以那样过，你们就会突然的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和优势，整个人在短时间内会焕然一新。所以我觉得这张节制呢，你们会定下一个目标啊，完成一个对自己的承诺，会戒除某种坏习惯，比如说不良的饮食、熬夜，或者说遇到问题在逃避啊，你们会深度的复盘和反思自己，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改变自己。所以说节制呢，你们会拒绝一些低级的诱惑，转而向一种更高层面的方向，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拒绝那些廉价的诱惑和快感。这个时候你们人生的上升通道它就会显化出来。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Neptune Sacrifice， 它是海王星啊，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说某件事情它会来到一个关口上啊，你们想让这件事情彻底的结束，或者说彻底的把它完成，需要付出某种代价，这种代价取决于你们有多大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彻底的结束掉。我觉得接下来的刺激啊，就是你们会迎来一个选择题，可能你们选了 A 就不能选 B， 选了 B 就必须要放弃 A， 你们必须要做出某种牺牲，而这对于你们自身的思维就是一种刺激，它让你们明白任何事情它都有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任何事情本质上都是等价交换，因为甘蔗不可能两头甜。这个时候你们的思维才能够得到进化和成长，因为只有当你们懂得了放弃之后，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得到。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Endings and Beginnings 啊，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觉得已经迎来了一个人生的新的周期啊。当你们在亲手结束了一些关系和事情之后啊，你们的人生会迈入到一个新的纪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